那么以前呢，都国防部有公布了哈，不过当然也不是完全公布了哈，都是有限度的公布啊，老共啊，什么飞机过来啦，歼击啊、运击啊等等哈，有没有过中线啊，或者台湾的西南海岸啊，怎么样活动啊等等啊。那现在他把这个活动呢简化，现在简略化了，不告诉你那么多资料了啊。国防部说呢，我们也在不影响情资来源下公布。不告诉你我情资怎么来的，这个时候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也蛮奇怪的哈。那譬如说，他现在就是说呢，这个大陆从什么地方过来然后离台湾多远大概是从哪个基地起来的，跟台湾的距离这是这个增加了这个，但是呢，不告诉你是什么样飞机啊等等等等，很多资料不给你了。有没有在中线来，以前都在中线来回，他现在已经不是了，看到没？他现在的资料的公布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比如经常在这个地方来去，有没有？或者在西南这边，现在不是这样啊。那所以呢，这个接种就说这叫做自废武功劳，军事专家哈。那学者也说这个不利国防的透明度，本来就应该讲当时裴洛西来劳共发了4个飞弹经过台湾上空，国防部都不讲，这日本人讲了，国防部才承认。那这次选举是人家发一个卫星，发一个火箭，我们就讲说飞弹来了那就说你老老实实讲到底是什么，这最重要诚实是最好的政策了那学者说你这个不利国防的透明度那另外呢，他们讲说你看日本好了嘛，你现在发表这样的东西，对不对？日本呢不但告诉你，日本连照片都出来，老共什么样的军舰在什么地方活动都写得清清楚楚，你怕什么呢？他活动就活动又怎样呢？你遮也遮不了嘛，而且你不讲，日本或其他国家可能也会讲嘛所以呢就讲说，难道这个是为政治服务的公布吗？而不是真正的公布吗？那但是呢，国防部要干嘛呢？要放宽警报标准。为什么要让民众去避难？赶快到这个防空洞，赶快到那个防空洞去等等那就是你到底你的目的何在呢？我们看一下。国防部揭露攻击扰台活动的示意图改版了，怎么突然换掉用了3年多的旧版？国军这样解释：是为了聚焦台海周边一个共军活动的一个状况及其活动的范围，以利国人了解实际安全的状况。仔细看新版本，增加中共机场的位置，我澎湖、金门、马祖的前线标示，以及共机扰台离本岛的距离。但对比旧版，新版本未列出来扰的共军机种，仅广泛说某机种等数架次，而以前还有画出共机飞行路径。国防部不断的在调整精进我们对于整个海空域动态的一个公布方式避免敌人利用这些空隙来对我们实施认知作战。随着国防部这个图的这个精确度跟权威性的下降，它其实会增加中国大陆利用网军或者一些官媒获得了这个诠释权跟说明权。我觉得其实是适得其反。而让专家质疑的还有，因为台海中线北端为北纬27度，东经122度，新版示意图怎么在北纬27.5度处再画设一条实线？而对比日前公布的卫星火箭飞越台湾的航迹图，同样也存在了这条实线。标示在北面的部分是27度线，没有其他的意思，就是为了更清楚的标会共军在台海周边活动的一个范围，让国人知悉。揭露共军如何来扰的重要资讯，经过国军的删删减减，是更清楚还是更看不清？外界自有评断。到底为什么这样？这个昨天有一个很大的医院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医生传了一个资料给我，他说呢，美军到台湾来交流。各个军方医院都在分派成立小组，正在安排演习。外商学会也在做战伤训练，受证战伤训练指导证书。接下来各医学中心也会被要求得成立 FRSD 小组 ，FRSD 叫做 Forward Resuscitative and Surgical Detachment。然后呢，以备不时之需。美军也跟警界交流，做好城巷作战的民防准备。所以呢，台湾正在积极备战中，只是老百姓都在沉睡中。就是大的医院都已经接的，这打仗的时候，这要怎么救济伤患啊，怎么样一大堆这个都已经在做这些事情。
包括谢国良也讲说，基隆市政府你接到命令要调查所有的这个防空设施啊、地下室啊，将来可以去逃难了的。我相信每个县市其实应该都接到了哈，等等哈。所以看起来他一方面跟我们讲不重要，一方面其实也在备战哈。来，孟凯，各县市都是啊。我之前半年前也几个月前也陪同侯友宜市长，那时候在视察我们大海新市镇那里，也有很多社区的地下室，它就是这个防空避难所。这有没有一个即视感？我让大家对比一下。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啊，还没有爆发之前，我们那时候不是案例，第一例、第二例都是一个一个案例，会讲它的足迹去哪里，然后讲的巨细靡遗。但等到真的疫情爆发的时候，没有办法那么这个详细的，你就只能大规模。那一样的道理，我现在说国防部说我现在把这个公布的讯息稍微简化，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是现在已经来的次数太频繁，频繁到说他没有办法细分每一次？以前马政府时代的时候是只要有一个稍微的这种比较明显、比较特别的一个案例，马上就会让大家看到。但现在民进党政府执政，是不是已经让大家有温水煮青蛙？那温水煮青蛙到底是不是好事？难道是因为选举过后就不用再卖芒果干吗？难道选举过后大家就觉得是说应该要让台湾民众没有知的权利吗？所以我觉得这是民进党政府应该要去面对跟警惕的地方。再者，我也讲说上一段节目讲到这个肉乳断交。人家说，如果民进党或者说有些绿营朋友讲说啊，如果说真的邦交国全都断交的话，那就台湾独立。错，是台湾孤立，不是台湾独立。你要想清楚的是，邦交国的存在绝对有它的一个国际地位，以及有它的一个外交以及国家的意义啊。最重要的是什么？诺鲁断交虽然说是某种程度上不给赖清德面子，那赖清德毕竟是我们中华民国现在新选出来的领导者，所以某种程度上也是不给中华民国面子。那如果说没有给中华民国面子的话，你也不要忽略了60%的民众其实是不希望民进党持续执政了，也因此赖清德算是一个少数的总统当选人，你应该也要面对事实，就是国安团队以及外交团队到底目前为止有没有掌握？其实从礼拜一。外交部长吴钊燮第一时间讲说震怒这样的一个反应，我们就看得出来，就是外交团队根本也都没有掌握说诺鲁有可能断交，或是在那一天来断交，也因此这凸显了就是蔡英文政府执政下到今年520才会任期结束，会不会有第11个、第12个？我还是再一次重申，我不是唱衰，但是外交部的人员真的应该要好好的上紧发条，而蔡英文总统你的历史定位即将在520结束。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华民国民选史上任内断交数最多的总统？我觉得这可能会是蔡英文要面对的问题。那思刚，国防部为什么做这个改变？国防部做的改变，第一个，他可能让大家觉得说，目前的工具情况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因为你的资讯没有那么细的时候，大家无从去了解说，中间到底有多少的跨越中线啊，然后怎么飞啊。那第二个呢，这个让大家心防上是不是要塑造一个感觉是，这个赖上台之后呢，两岸关系并没有特别紧张，然后呢，让大家的心态上的松懈感。那就代表说赖呢不会引战争啊，赖是最不会打仗的啊，来实践他当时竞选的时候讲的一些话。那否则的话，按照过去的标准，如果大家觉得说要卖芒果干的话，应该资讯公开越细越好啊，让大家知道说共军谋我日急，真可恶透了。大家要团结一心，平常就要做很多民防跟战时的准备，不但防空要挖好，里面的食物呢要储藏好，万一呢不时之需的时候，相关人呢很快入境，甚至呢在地方上的医护人员怎么跟警察、民防单位去做配合，其实平常也要做演练的。那如果说你要去真的去做好完备的话，那应该朝这样做，而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做半吊子。然后呢，你这个去说好大放的防空的资讯，之前我们讲台北市很多地方就是那个有地下室的，他直接在门口贴一个防空避难所牌子，对，然后呢远一点的地方就在几公尺这个避难所。那既然你都在做这样准备的话，你要这样塑造说，我除了这个防空避难所之外，我相关的医护、民防、警察，这敌后万一发生战争之后，我们的准备都做好了，甚至食物、饮水你都不要担心，我都存在那边。但如果说你现在又告诉大家，又把这个资讯呢做部分盖牌，然后呢做一些迷迷糊糊的话，那到底是你要往哪条路走？到底是共军谋我日急，还是两岸关系非常的这个松弛，不要担心民进党继续执政？所以国防部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好，还是我觉得这一段期间的国防部的表现非常的令人觉得荒腔走板。简讯的事情不要讲了，然后这个事情是你自己决定吗？还是国安会帮你决定的？因为我相信这样的发布绝对不可能国防部自己敢决定，一定是往上报国安会，然后为了塑造两岸人松弛的环境，他才这样做。那
对不起，我想这个国防部也说明说，因为他们在情资的收集上面不希望过度的被影响到了哈。我想他们有他们的考量。那如果说大家有意见的话，我想新国会大家可以提出来嘛，对不对？很多的委员也可以在委员会上面来提出质询，要求国防部要透明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啦哈，反而是说中国在这几年来，包括这个攻击啦，包括军舰，甚至气球也来了。现在比较严重的反而是认知作战的部分，有很多灰色地带哦，在我们交叉的状况之下哦，大家造成民众很多的认知上的错误哈。这个反而是国防部跟国安系统可能会比较担心的部分，然后那我一再重申，我认为说哈，也要对我们的军方哈跟我们国防部要有信心呐。那至于说大家在讲说，你现在在这个避难系统或是医院在做这些准备，这平时就要做准备。我们要知道哈，其实不只是说未来发生战争有可能。或是我们不希望，但是如果说有发生大型的灾难，这些场域都是必须要做好准备的，不只是说是战争的准备，所以大家不要把它联想过分，觉得说现在就要战争了，所以要做这些准备。那各县市只有今年做吗？只有去年做吗？还只有这2年做吗？不是啊，常态性的，我们民防所有的系统本来就在做。我想稳定国家的军心跟大家的民心，大家都有责任呐。今天赖清德当选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他不是赖清德这个人当选，所以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不只是说诺鲁跟我们断交，诺鲁跟我们断交，我们应该要帮我们的外交人员打气，我们不要再胳膊往外弯，认为说他就是来惩罚赖清德，不对，他也在惩罚我们中华民国，所以我们真的要和谐啊，我们也要团结起来了。我想我来补充一下了哦。这点其实根本不需要什么到了新国会才有这个什么国会来提案要求什么的，国防部一直都在哦。那应该要怎么做？本来资讯就是应该公开透明，而且有法源的依据的，不是现在的资讯这么混乱。你今天国防部什么时候想给，那什么时候不想给？你想给什么？到底真的还假的？一团混乱。这不是说到了新的这个国会这个任期才来怎么提案？我要讲嘛，你看我们那个在选前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卫星当飞弹，然后去做发布。那后来结果这件事情爆发了以后，才来讲说以后我们要怎么去改正啊？那个这个敌机如果接近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发布啦？我们再来做一点修正啦。可是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按照我们的民防法就有规定的很清楚哦，就是我们的敌机如果距离台湾本岛在这个125公里，距离这个澎湖110公里，敌机只要接近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去发布这个警报了哦。可是呢，我们看到国防部真的很混乱呐。我们过去有好几次说已经过中线了，什么到了上领空来了，我们有听过他发警报这件事情吗？没有。所以其实我们高度的怀疑说，是不是在选前的时候呢，发布这个警报，就是要卖芒果干嘛，让大家有危机意识，想说中共又来了，中共这一次比较乖，都不来助选，那我就赶快发布一下，自己来扰乱这个选情，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都知道现在因为我们的这个当兵的役期已经改变了，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都非常的担心，年轻人自己很担心，就怕遇到战争。那是不是盖牌之后就不知道现在到底空中怎么样？那整个两岸的局势到底危险到什么地方？我觉得这是不是盖牌的用意在这里哦。那再来，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如果赵哥刚刚所讲的那个资讯是为真的话，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警方都已经开始要戒备说，这个要打这个城乡巷弄战，那我们的军医院也要开始做这个战时的准备了。然后我们现在要把空中去盖牌，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敌军跟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况，你知道吗？在一片黑暗当中，但是我们却听到这样的消息，我觉得那个人民的那个恐慌是很可怕。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国防部是要为人民来保卫我们人民的，而不是只有服务我们的领导人的，不是要为整个国家的保卫，不是只有为政治来做。我觉得这国防部自己本来就应该要检讨，而不是什么等国会来给你提案要求你，这个太慢了。好，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台电台电2022年就亏了2000多亿了，搞不好还不止3000多亿。然后2023年又亏了将近2000亿，就等于2000亿了嘛。所以今年呢还要再亏2000亿，1850亿，看台想要涨价了，我看想涨价那但是你如果现在涨价，大家记者会骂死，就跟马英九刚上来，因为陈水扁说冻涨嘛，马英九上来以后就油电双涨。
马英九民调就大跌，所以你涨还是不涨，真的很头痛的问题哈。我们看台电今年2018年就亏了1000亿，2019年850亿，2020年642亿，2021年负410亿，还算好，对不起，是累积了哈。我们看都负73、负136，这个还赚了370，赚了380，但是到了2020年惨了，赔了2675亿，到了2030年又是1985，这2年加起来就是4000多亿，而且不是只有台电赔啊，中油也赔啊，中油也赔这么多钱呢、为什么中油赔？因为他们当时中油算是倒霉，当时他们都要抢天然气的进口，台电说我自己用天然气发电，我自己进啊。中油说天然气是我的，我进呢，就被中油抢到了，抢到现在才知道，并不是一件好事。就是天然气因为俄乌战争嘛，大涨，天然气大涨以后，现在那个政府就说，你中油就算你中油的，不要算台电的，对吧？这样的话，免得台电赔那么多钱嘛。所以中油在2020年也赔2000多亿，中油也赔那么多钱啊。那去年天然气是稍微降了一点价。但是还是贵啊，你的绿能也贵嘛，你天然气也贵，你都贵。比较发电来讲，最便宜是核电所以它做基载电力，再来是煤比较便宜再来是油再来是这个天然气，再来是绿能，就是那个成本是一直往上走的那以前的话就是说用电少的时候，李易峰我就用这个核能跟煤嘛那是比较便宜嘛。那现在这个都少了，全世界叫你不要燃煤啦，核电也减少了。他只好多用绿能跟天然气，那就是最贵的东西嘛。我们一度电还卖2-3块，绿能、天然气大概都是成本大概都要5块以上了。尤其绿能非常贵的所以台电当然赔啊，他又不敢涨电价，他其实也涨了啦。就是商家什么涨9%等等说住户没涨为什么最近物价一直涨呢？对，你吃个便当吃什么都涨价了，因为店家的水电什么都跟着涨了嘛。他只好转价，当时我就想说不涨，一般小老百姓在骗人，因为店家涨了，他自然会转价嘛。果然就是这样所以呢，网络就说那没办法啊，因为558人投赖清德，台湾人自己选，民主政治就这样啊，选票决定嘛。你选了，你就要承担这个后果嘛那另外呢，现在就说核2、核3会不会延役？因为柯文哲也认为核2、核3延役，那侯友宜是说核1、核2、核3都延役核四评估看看。那台电就说呢，好吧，那看你们新政府、新国会，你们自己做决定所以这个台电董事长认为说会被找去考试了，会被到立法院去询问了那他就说，好吧，听新政府的，听新国会，你们说怎么样，我们台电就怎么样做啊。你台电不是只有这样，你要从你的技术角度要讲看，到底你这都没有意见，你是干什么？你软骨虾对不对？以前台电那样也不对了，平常我也骂过台电，以前台电就是我技术很厉害，通通不听你们的，我台电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因为以前像那个什么孙运璇什么都是从台电总经理、董事长来当经济部长，杨金从台电总经理当台北市长，哇，台电不得了，那个董事长、总经理哇，觉得霸得很了那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子呢？我们看一下，2023年我们自己的初估的数字，因为这还未经审定应该是1980多亿元。摊开去年营运，台电真的亏大了，担任稳定物价消波块角色，去年累计亏损达到3820亿元。据了解，如果2024年电价平均调涨3%的假设下，今年还会再亏超过1850亿元。如果有税基剩余，台电公司也会把我们的财务状况很清楚的跟长官做报告，希望能够有一些支持。台电财政负担沉重，大选期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提出核1到核3延役，核4重启。民众党柯文哲除了不主张核1继续之外，主张跟柯文哲类似，加上新国会在野党也全面支持核电厂延役、核4重启。一定要跟世界潮流趋势来走，让安全无虞底下能够来使用核电。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台电是公民事业。台电会 follow 政府跟国会的决定。能源专家推估，以目前台湾的条件，3座核电厂延役都是可行的。其中比较有意义空间的核1，只要将储存空间移到室外，就没有太大问题。对于电力供给也较稳定。推估延役2年之后，夜间的备转容量率可达10%以上，反之可能会达负值。另外，电费更有感。
1年可省下1300亿电费，换算一下，每个人1年大约能省5652块。绿能跟核能之间该怎么做达到平衡，还有待各单位持续沟通。承认能源政策错误，务实面对民生问题，这是我给新政府的2句忠告。第一，你的能源政策是不是2025年非核家园彻底破功，而且跳票？而且重点在于是你是没有那么照进的能源政策是没有办法达到的。再来，务实的面对民生的问题。现在民众选出来的新国会，其实代表的是不希望缺电，不希望电费一直涨而带动物价上涨，更不希望看到有人从中牟利，变成是赚取利电的那一些绿能财。所以这是新国会所代表的意义，但是不是让你台电推卸责任用的，不是让你台电没有任何专业、没有任何安全评估、没有任何的专业报告，是抛一个球给新国会说啊，新国会怎么说我们怎么做，错了。我们之前不管是侯友宜，不管是柯文哲，任何人的主张都讲的是说核电可以重启，但是一定要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专家学者来研究，甚至有人讲过说，如果核四要来启动，也是要看里面整体的一个设备计划。所以现在不是说台电抛一个说啊，你们要做我们就做，你们不做我们就不做。那如果说这么简单的话，那要你们干嘛？刚刚我们在休息时间节目的来宾也有讲，那这样子台电今年的年终奖金为何？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回归到一句，新政府如果说你真的有意愿好好的要处理事情、解决问题的话，应该要先承认过去能源政策8年的执政，你们确实太冒进了，带领台湾人民没有办法好好的自圆其说自己的能源政策，而要务实的解决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为什么大家讲是说电力还算足够，是因为我们景气现在相对不好啊，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夏天，是因为现在很多的企业没有让用电量的需求。那如果说我们希望景气能够恢复，我们希望能够备用的能源储备好，让很多的企业愿意来投资，以及夏天要到了，我觉得这一些部分势在必行，一定要决定。但是先决前提，安全、专业、无虞。去年的用电量其实下降，就是刚刚孟凯讲的，去年的景气是并没有那么好了，但是台电不承认哦。来，曾宇，其实你可以看哦，正是台电亏损的财政问题，我相信这个是蔡政府过去这将近8年的时间，他们必须要全负责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去年累亏了1985亿，然后累亏将近快4000亿。如果我们今天把核4厂的亏损也算进去的话，将近要7000亿。那如果说以台电的资本是4800亿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合理的推断说，你其实是实质破产的？所以现在台电你还可以维持稳定的是全国人民的纳税钱在支撑你台电啊，所以台电你不要再用这种消极的态度来去面对哦。那我觉得台电的亏损，当然一方面哦，台电它配合就是执政党它可能动涨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那当然我觉得在台湾每2年就有选举，那台电它的处置为难的地方就是在这样，如果说你不涨，那你就是亏，但是你涨了，对于执政党来说就是一个民调上的考验。那同时间呢，我觉得啦，长年以来蔡政府就是用政治凌驾专业，导致现在台电它整个政策方向的吊诡，就是这个原因。那同时间你看哦，台电公司它经营已经失去了它的专业原则跟市场经济的导向，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哦，台电怎么可能不亏损？如果它长期配合的执政党的绿电政策，高买低卖，你说怎么能不亏？现在它能维持是靠着全台湾每一个人的纳税钱啊，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现在新国会政治3党不过半的状态之下，这样子才能真正做到一个制衡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我是乐观其成啦。那当然，我觉得现在目前新国会在野党的状态，当然不管今天是核2、核3或核4，全面体检的必要性，我觉得这个是新国会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我想台电作为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国营事业单位哈，它的肩负的责任并不只是亏损或赚钱而已啊，它有稳定国家的一个力量哈。那我想这个曾文生次长他的用意在于说，如果说我们包括国民党或是这个柯主席这边认为说这个要用核电，而且这个核2、核3都要严厉的状况之下，像核2停机啦，你也核1跟核2，如果说都要用的话，我们现在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新北市的核2干除准了吗？过了吗？盖了吗？
湿的储存10年之后就要移到干的，你干的没有办法，你湿的没有办法移过来，你反应炉核心就没有办法处理，这个是一个技术性非常难克服的问题哈。那也许我们可以请教侯市长，看他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另外一个啦哈，我想2位国会议员在国会应该都知道哈，根据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运转执照有效期间最长为40年，而且你必须在执照届期前5年提出延长运转的申请。如果认为这个法不宜，或是没有办法配合你们的主张，提出修法来国会讨论。我想作为一个国会事单位，他当然要尊重国会的讨论嘛，所以我觉得也不用过度的延伸。那你说绿能不对吗？难道说我们发展国家的绿能是错误的吗？我相信应该不是，大家都希望走向世界的潮流，洁净的能源、绿能都是对的。绿能没有不对，但是如果在用绿能的过程当中啊，会让这个某一些人啊，其实绿能没有去省到，没有去这个省到这个成本，那反而是不断垫高成本，而且会让有一些人去在当中去谋到利。那我觉得这个绿能啊，其实我们就有很大的商榷。但我觉得回过头来还是要整体来说一下哦，我觉得台电它是一个专业的单位哦。过去哦，我想这个我们知道蔡英文政府的这个非核家园一直都是他们的神主牌，但这个神主牌很清楚的，它不但是跳票，而且还让我们陷入这个缺电的危机。可是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看到台电就它的专业提出来，专业上应该要怎么做，就它的安全评估上评估一下。那安全上面我们会应该要再来怎么做准备。那现在我们看到台电跳出来说啊，我就亏了这一屁股的钱了，亏了这么多的钱了，反正两手一摊就跟国会报告。那国会你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是执行单位。我觉得这是相当不负责任的啦哦。那当然，我觉得这都就是为了这个非核家园的跳票去擦脂抹粉去甩锅，这是再清楚也不过了哦。不过我想郑文生这一次的这番言论哦，我觉得应该是很清楚哦，因为在这次选举当中，我们看到侯友宜也好，柯文哲也好，那都有提出来，就是核2、核3其实是要这个延役哦。那他们2个都身为这个总统候选人，会把它提出来，这代表这是主流民意嘛哦。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他自己也非常清楚了。那未来要解决这个缺电的危机哦，那延役这件事情恐怕是必然的。可是跟他自己过去的这个说法跟做法哈，因为有违背，所以现在哦恐怕是抛出这样一个言论，不管是测风向也好，找下台阶也好，那我觉得这个他们去看看，如果这段时间这个风向抛出来了，民进党支持没有太大反弹，未来我觉得延役恐怕是一条必要走的路啦哦。继续再走回来。